大家好，我是回比潘。今天是我自我升级计划的第2周，然后我们今天是搬来阳明大学这边，所以我们现在人在北投。我们今天要骑的是 Rafa 周3的风柜水，平常都是骑南区那边的猫空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从阳明大学的宿舍这边滑一段下去，然后去 Slope Cafe 跟他们集合吧。大家早安，我是永和比潘。近期都要来阳明这边做实验，因为早上9点就要到了。如果我从我家那边出发的话，除了要先跟台北上班车潮近身肉搏之外，训练的时间也会被大幅压缩，搬过来住会省事非常多。这周是读自升级计划开跑的第2周，我会在这段期间努力训练，挑战在年底之前突破 FTP 300瓦大关。这个系列涵盖了我所有训练的酸甜苦辣，我自己觉得每一集都是精华，所以大家你们也千万不要错过了。如果还没有看上一集的话，记得赶快去复习。回归正题，前2天因为搬家花了一点时间，我只能用重训稍微挡一下我的训练需求。也因为我很久没有做重训，预计做完会整整算个3到4天都不一定。所以我在周2做了深蹲、硬举等腿部训练之后，今天早上就来 Rafa 周3猫空 freestyle 一下，没有设定目标，纯粹开心骑。哇，周3晨骑，很多人啊，我们出发吧。Rafa 每周3都会有例行性的公开约骑，南猫空、北风柜，大概就是爬500公尺上下，节奏轻松惬意，适合所有爱骑车的伙伴们。但我昨天练完腿真的太酸了，2只腿间跟灌铅一样，所以只有小骑1个小时，回宿舍换洗一下就去实验室了。刚好宿舍前有个小坡，大概3分钟上下，就先在 Strava 路段插骑一下。大家早安，这是我们训练的第2天，今天是礼拜4。好，今天我们是跟荣荣哥练车，我们是高中的同学，今天我们也是要一起骑莺歌来回，骑有氧3个小时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切入正题吧 ，Let's go。今天骑河滨到南区，顺便回家拿一些我忘记拿的东西。要先下一个1点多公里的坡，回来的话也是要骑这个坡。我的水壶，哦，哭了，现在是水沟盖。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往社子岛那个方向前进，然后就可以进到河滨，我们就可以一路畅通，通行无阻，骑3个小时不停。那我们就骑均速30，等一下我们就顺顺的，然后顺便回家拿一点东西，回来再买个早餐上去宿舍吃。今天做有氧路线部分，我们就选择最适合不停脚巡航的河滨公园。其实我认真觉得双北地区有河滨公园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除了鲑鱼和螃蟹在特定时段有点多之外，其他真的没什么缺点。我有仔细算过，上下班时间如果用单车河滨通勤，从永和到北投的话，其实会比摩托车快15分钟以上，而且还不用吸马路上废气。好啦，扯远了。今天要先一路南下到莺歌，顺路回家拿东西，再回北投。不瞒你们说，我骑车骑了快7年，还没有骑过莺歌那边的河滨。那就请我的高中同学荣荣哥 ，A.K.A. 阳明在地向导，带我解锁新路线吧。你选的这条路很不错都是阴影。这条路很爽啊，你可以更爽，等下就体验到了。哦，很赞这条路蛮窄的，好，就不太能避。好，我继续。你要订早餐吗？先订，等下回去就可以拿了。真的，第一次电手。好，换别家。该不要吃灵干吧？不行啊，太热了。好，太热了。那你推荐北投早餐？起司鸡腿排、炭烤吐司，然后再一个鲜奶茶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刚刚怎样？压到一个铁板啊，路中间施工有一个铁板。这绝对。我干，敲到框了啦。对啊，靠背哦。是怎样？看。工程那边。你看你们先把它打起来，我们开车回去。就还好带那一台，外援没有带。有点极限，但应该可以滑。我把它卸掉一点，你等下应该会感受到一个蛮重的颗粒感。我不觉得你打太薄，会蛮软的。没关系，应该可以撑到外面。谢啦。好 ，OK。兄弟，老牛了。国立阳明大学。本周训练的第3天，今天我们要骑的是淡金阳金。前天本来预计要骑100公里的有氧，结果最后因为荣荣哥在
中正桥下踢到铁板了，所以我们只好放弃最后30公里，开车从中正区那边一路开回北投这边，因为那个状态也没有办法骑。然后昨天休息了一天，因为重训的脚还在酸，所以今天我已经满血复活了。今天我打算就要来做一点强度，等一下我会把它分成2段，一段是前段，一段是后段。我们等下在前段的时候会先走淡水上巴拉卡那条101，然后做3分钟休3分钟的 VO2 Max， 然后中间可能骑1个小时的有氧吧，最后在阳金公路再做同样的一件事情，看一下前后的差异明不明显。现在我觉得应该会是蛮明显，因为我现在抗衰退还没有那么强，所以后面应该会比前面痛苦蛮多的。但是我们没关系，一开始先不要把一组的时间设定得太久，然后最后如果有力的话，我再慢慢骑上驻航站。所以今天预计也是一个4个小时的行程，那我们就开始训练吧。然后我这礼拜觉得要叮咛自己，不能再犯跟上礼拜相同的蠢错误了，就是我等一下一定不能踩得太高。我发现我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想要踩到我之前的公路，先求好，再求多。好，我们绿灯了 ，Let's go。本周的第3天，满血复活，久没做重训，一开始恢复的 CD 真的会被拉得比较长。但好在礼拜5休息了1天之后，今天又趁好天气出来训练了。因为训练时间比较长的关系，我今天5点就起床吃早餐，5点半到6点附近出门练车。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，今天的训练菜单是做3休3的最大摄氧量训练，做2大组，前后各1，中间穿插1小时的有氧耐力。每一大组中有4小组，所以我们今天总共会做大约24分钟，扎扎实实的最大摄氧区间训练。本日体感还算 OK， 大约70分上下。在训练开始之前，还有机会废话一下。我觉得对于一个你喜欢的东西，或者是你在乎的东西，有情绪都是很正常的。没情绪，要么就是那个东西不重要，要不然就是根本不在乎。有时候为在乎的事情动用一点情绪，我觉得是正常的。毕竟我们都是人嘛。但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不要让自己陷在那个情绪里面。上礼拜的确是有不开心一下，但是马上去想怎么调整。怎么样变得更好？我觉得等到那个问题自然改善的时候，回头看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但如果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出不来的话，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所以推荐大家勇敢找出自己训练或者是平常生活中遇到问题，并把它改善，一切都会更好的。好，废话完了，我们继续训练。Go。3分钟，因为等下前面会是一个微下坡，所以我等下先练大盘，然后15秒之后开始第2组。Go。北海福座，这边就是坡顶了。第1大组完成。所以我刚才做了4组的3分钟 VO2 Max 休3分钟，我平均功率大概是抓285到290，是蛮喘的，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刚刚好在 VO2 Max 的那个感觉上，今天状态应该还 OK， 勉勉强强，所以等一下就继续维持就好。这边做完第1大组，然后我刚刚一边在做强度的时候，就一边想到，我上礼拜不是一直踩超标然后爆掉吗？那么如果同样的问题一错再错叫什么？那就叫做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。反正这边下完坡就可以接到北海岸了，刚好可以绕过淡水那边的红绿灯。101北海福座北9这条路线推荐给大家骑。对，今天没有车了，我们都是复运。然后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在9点半之前完成我们的训练。但长期这边的老屁股可能会想说，彼得潘。这边到金山也才20公里啊，怎么可能骑满1个小时的有氧？但是因为我等下是要上阳金，所以一样还是可以不停。这边骑过去我大概抓个30到40分钟，上去的话再补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。然后30分钟大概只会到阳金的半山腰。然后最后1大组，因为我要做3休3嘛，所以1小组是6分钟，我要做4小组。24分钟，那我现在能力从阳金的3角骑到2指平，大概也是需要1个小时。所以说时间绰绰有余，因为半山腰30，然后再加24，所以54分钟，时间绰绰有余。课表里程精算大师。
那我们就认真开始做有氧吧。你们可能会问，别的派，如果你在室外做有氧的时候遇到很多红绿灯怎么办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根本不会遇到这个状况。我不是在讲干话啦，不用等红灯，不是因为我一直闯是因为我在规划训练时，我一定会先想好能符合我训练目标的路线。连续的不停脚骑乘对有氧训练来说才是最有帮助的，所以我会选择能不停脚就不停脚的路线。如果真的遇到红灯，也尽量是越少越好，要不然我会直接在家踩训练台，一直停下来也只会打乱节奏，降低训练效率。所以你们其实可以发现，我骑有氧的时候，80%以上的时间都是自己骑，因为这样才能完全按照我自己预设的节奏去做。训练大多时候是孤独的，所以我一直对着镜头跟你们讲话，其实也还蛮好玩的。对了，看到这边，如果你们也喜欢我的独自升级计划的话，也别忘记一定要按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把它分享给更多车友们看到。另外，也欢迎用超级感谢请彼得潘吃一份早餐，谢谢每一个看着我进化的你，你们都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。这其实有时候我也蛮喜欢下雨，就是稍微洗车麻烦了一点。我们下礼拜找一天把车子拿去保养吧，车子有点久没保养，周日拿去吧。好凉哦！希望等下全部都是这种啊。好，够了，9K。心跳感觉降不太下来。感觉不太妙，整个就像蒸笼一样啊！这边就是背风侧，天哪！有时候遇到山的某些地方，它真的会整个闷住，希望大家的呼吸撑得住。不行啊！结束了。超累的。太羡慕了。他们都在下坡那刚刚一开始本来说要爬驻航站，我现在想一想，我回阳明还要爬那个宿舍大陡坡，我觉得驻航站我们留到明天好了。目前不是很想上去。冰水30度，超变态的。今天的训练圆满完成，真的超级开心。从行一路下滑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想到，明天搞不好可以骑这条上驻航站。那我们明天就把今天没加码到的驻航站一起骑一骑吧。我终于知道陈冠仁为什么搬来这边爬坡会变那么强了，因为他每天回家都要爬这个坡，超变态的，很陡至少要爬个4、5分钟啊！我等下还要再爬4层楼的楼梯，天哪！我们等下下去买早餐，先回去换个衣服。如大家所见，我们现在非常狼狈的坐在宿舍的地板上，但还好我们是时间管理大师，准时的压在9点半之前到达宿舍，所以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还好没有等太阳真的大起来，完全没有树荫的时候才到。但我现在肚子有点饿，现在要吃早餐，所以我们等下还是要下去买。所以我现在就先不洗澡，要不然等下下去全身又湿掉了。那我决定现在直接当一波优酷魔人，直接下去买早餐，走吧。等下还要来特别缴这个罚单，哇！等下剪片，直接给他干下去啊！大家早安，又到了我1个礼拜最期待的一天，礼拜天。今天就是我训练这周的最后一天了。这周骑了3天，所以今天是第4天。跟上一周一样，我们这2周都是骑4天而已。今天要练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昨天有偷懒一趟，我们昨天没有上驻航站，所以我们今天要骑行一路接东深路上小油坑。骑完之后，我们会再接到2字坪那边，再把驻航站爬完，就结束今天的训练了。我今天踩的课表其实也蛮可爱的，我等下会在这个爬坡每5分钟加1次瓦，然后尝试从180瓦，也就是我的有氧，一路加到我的重视，接近 FTP。我现在 FTP 目前是大概250上下，所以我们等下会做出一个阶梯状的图，
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我今天要做的是一个阶梯式的 Sweet Spot Ramp Up。这个课表虽然单纯，但要精准的控网，说实在还真的没有那么容易。但我做课表也已经做好几年了，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没有特别难。建议如果刚开始要做课表的话，可以先从室内训练台开始练习，在变音少的环境下开始会比较容易上手哦。但在经历昨天的淡筋养筋之后，今天稍微有点疲劳，体感尚可，那我们就强势把最后一天做个完美的收尾吧。做航站，我们预计爬15分钟，最后一组250把它做完。今天感觉脚还蛮酸的，但今天最后一天，明天休息了，车也可以拿去保养。明天休息一天，下礼拜继续我们的训练计划。Let's go, man！ 最后一个爬坡，2子频道助航站。主爬升段 1.9 公里，平均坡度11%，路面不是柏油路，急陡弯多，上坡考验腿力，下坡考验技术，但却是我非常喜欢的路线，因为风景实在是非常漂亮。大屯山助航站是台北公路的制高点，上面可以远眺整个台北市、淡水河，能有这么棒的练车路线，真的超幸福。那我们就安全下坡，好好结束这周的独自升级。感觉还比较压比较好，太正了。然后，好。后来看到这个太阳，我决定不要骑回去，我搭捷运，花个80块。老样子，还是回来永和结识了这边用车。自从他们年初帮我组车以来，我的车完全没有出过任何问题，所以交给他们就是很安心啦。刚好环法最近也开跑，看比赛热血一下，好像也不错。好啦，那这周就先这样喽，敬请期待独自升级第3周。我是永和彼得潘，大家下周见，拜拜。